印度媒体称，光辉 Mk2轻型战机未必强过瑞典的鹰狮，但是呢，优于中国的歼十和枭龙，是这么回事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超。据印度媒体《欧亚时报》网站报道，该国研制的光辉 Mk2战机最近成为了关注的热点，因为新任印度空军参谋长乔达里将军表示，预计光辉 Mk2的第一架原型机将于2022年8月推出，计划从2023年开始进行飞行试验。它具有更远的航程和更复杂的技术，并且呢，与基本型的光辉战斗机一样 ，Mk2也采用了三角翼的设计，但是增加了压翼，从而使它变身为一款鸭式气动布局战斗机。那么从它的外观和中国的歼十应该说就非常相像。那么这款 Mk2光辉战斗机据称可以携带6500公斤的有效载荷，这几乎就是基本型光辉战斗机的2倍了。那么改进型的光辉 Mk2战斗机都拥有些什么样的先进系统呢？据称它将配备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系统，其中包括有源相寸雷达、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，以及导弹接近告警系统。新战机的雷达将是印度制造的产品，性能超过从以色列进口的雷达。在武器系统方面，光辉 Mk2将配备阿斯特拉系列空空导弹，这呢也将远远的优于光辉 Mk1A。那么最近对轻型战斗机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，印度在这一领域与中国和瑞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。预计光辉 Mk2将在成本方面比鹰狮更有优势，但只有时间才能证明印度的国产战斗机是否能够击败鹰狮。但现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他们认为光辉 Mk2战斗机应该优于中国血统的歼十和枭龙轻型战斗机。那么具体情况是那么回事吗？首先，光辉 Mk2它的改进型，从气动这个角度讲，终于能够利用涡升力给机翼增升了，因此它的机动性确实是可以有所改善的。但是这不过是重复了歼十的路子，就算它的最大升力系数和歼十能够差不太多，但是它的阻力也要比歼十大，因为什么呢？歼十采用的腹部进气，它采用的是两侧进气，那么伸出比还是赶不上歼十，因此无论航程还是机动能力，恐怕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。至于它的航电系统、雷达系统，可以讲歼十早就装了有源相寸雷达了，而且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。那么印度自己研发的有源相寸雷达，尽管像它吹嘘的那样要比以色列的还要好，但是到底怎么样，恐怕还要拉出来溜溜，比试比试，才能知道它的可靠性及性能如何。那么至于航电系统、飞控系统，歼十 C 早就到位了。那么武器呢？它现在所吹嘘的这种中距空空导弹，要比我们的霹雳15射程要近得多。而近距格斗导弹它没有提，能不能有一款和霹雳10E 相比的空空导弹，这还真难讲。因此，印度的官方媒体认为，光辉 Mk2不一定比得过瑞典的鹰狮，但是要优于歼十，这恐怕是有点胡说八道了。因为歼十 C 可是实实在在的跟瑞典的鹰狮交过手，而歼十 C 取得完胜。因为什么呢？很多歼十 C 有的装备，瑞典的鹰狮是没有的，比如说红外搜索跟踪系统，歼十 C 有，它没有。有源相寸雷达，它现在也刚刚开始换装，而歼十 C、歼十 B 早就装了。再加上棒式进气道，它的重量轻，隐身效果好，歼十 C 已经变成了一款半隐身的战斗机。这一点呢，无论是光辉 Mk2还是瑞典的鹰狮，都是没法跟它比的。再加上个儿头歼十 C 更大，它属于中型战斗机，而光辉也好，鹰狮也好，都属于轻型战斗机，
跟他们 PK 的应该不是歼十 C， 而应该是枭龙。那么枭龙战斗机现在已经升级到了第3版，可以说无论是机载系统、雷达还是武器系统，都已经一步到位。光辉 Mk2要想达到枭龙3的水平，恐怕还要好几年才能做到。就这点而言，印度的媒体说大话可是有点说过头了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